狂炸俄能源命脉，莫斯科危险了，俄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俄军夏季攻势惨败，乌军反击全歼敌军。乌突击团闪电夺村，霍尔斯克俄军指挥部被炸，缓冲区计划濒临崩溃。猛袭俄军补给线，赫尔松大爆炸，库皮扬斯克拉巨战白热化。扎波罗热战场巨变，俄恐怖魔王重型喷火系统覆灭。乌获北约保护新突破，美欧联手3层防御计划，德国90亿欧元援乌。冲突一触即发，重兵压境，战机待命，俄高加索霸权岌岌可危。俄乌战争在俄境内的战火愈演愈烈，乌军近期对俄罗斯能源体系的打击已波及莫斯科地区。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当地时间8月26日，梁赞地区发生剧烈爆炸，目标为一条主要输油管道。现场视频显示，爆炸后腾起浓烈黑烟，这条管道正是梁赞向莫斯科输送燃料的关键通道。俄方尚未就事件作出正式回应，但其潜在影响不言而喻。事实上，近来乌军对俄境内能源设施的连续袭击，已迫使多个炼油厂停产，部分地区出现燃油紧缺，莫斯科也受到波及。梁赞本身近期一连遭打击。最新卫星图像显示，8月15日，当地一家炸药厂发生爆炸，导致超过300吨火炮推进剂和600枚152毫米炮弹被毁。该厂还是俄军冰雹火箭炮零部件的重要供应商，此次损失进一步削弱了俄军火力保障。另外，罗斯托夫也传出巨响，在哈尔图林斯基巷与莫斯科大街交汇处突发大火，先前在塔甘罗格上空已发现无人机踪迹。据悉，8月27日上午，位于顿河畔罗斯托夫的 Granite 国防工厂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火灾。目前，工厂周边区域已被封锁，通行和车辆进出受到限制。媒体报道指出，周三夜间，罗斯托夫居民曾在工厂附近的秋日公园区域看到浓烟和听到爆炸声。袭击造成生产区内一栋建筑的窗户被炸毁，但目前尚不清楚其他损失情况，好在无人伤亡。该军事设施主要生产电子真空管，其产品广泛用于航空及防空系统制造。这次袭击可能对俄军相关装备的生产与维护带来影响。更早些时候，萨马拉州涅夫杰戈尔斯克天然气处理厂附近也发生火灾，卫星图像捕捉到3个起火点，显示俄罗斯能源体系再次遭受重创。近日，乌军摧毁了多处俄军腹地的机场、弹药库及军工设施，半个月内摧毁俄方约17%的炼油产能，严重削弱了克里姆林宫的战争资金与供应链，也导致俄国内燃油短缺，物价飞涨。另外，俄媒沙皇格勒报8月26日报道，俄罗斯宣传员卡拉什尼科夫指出，失败的闪电战已让俄罗斯损失约1.2万亿美元，战争持续消耗国家资源，而修复吞并地区可能需要数十万亿美元，恐将把国家推向经济悬崖。他甚至警告称，目前俄罗斯经济状况可比1985年苏联，政治局势类似1917年10月革命前夕。由于兵源紧张，莫斯科州州长安德烈·莫罗比约夫宣布重磅征兵政策，年龄在18至60岁的莫斯科市民参军，当场奖励550万卢布，每年还可领取250万卢布工资补贴，并有红贝雷帽之父谢尔盖利·苏克亲自指导训练。据德国媒体报道，尽管俄军在2025年夏季投入大量兵力，但3个月内仅夺取约1800平方公里，占乌克兰领土的0.3%，远未达到既定目标。德国图片报军事分析师朱利安·罗普克8月26日直言，俄罗斯夏季攻势已经失败。报道指出，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的短暂突破很快被乌军反击瓦解，3周内大量士兵被歼灭或俘虏，甚至面临被包围的危险。整体来看，俄军近3个月不计代价的攻势，仅换来微不足道的战果。事实上，自2022年11月12日至2025年8月17日的1010天里，俄军总共仅占领5842平方公里，相当于乌克兰国土的不足1%，前线态势几乎停滞不前。日前，波克罗夫斯克是俄军重点攻势方向，原定在8月初攻下，但最终被乌军成功守住。
乌军不仅阻止了俄军的推进，还在战术反攻中重新夺回城区全境，在南部边缘建立新防线。第33独立突击团在战斗中俘虏11名俄军士兵，并在东北方向夺占和平村。俄军失败的部分原因在于第5近卫摩步旅虚报军情，造成防线漏洞，被乌军抓住机会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在多布罗利亚方向，乌军单日推进6公里，严重威胁俄军补给线，甚至有可能形成包围。乌总统泽连斯基称，突破乌军防线的俄军几乎被全歼，损失比例高达 90%。在南顿涅茨克方向，乌国防部情报总局特种部队联合俄罗斯志愿军团，在托尔斯泰村附近反击成功，俘获16名俄军士兵。乌军兄弟会特种部队在顿涅茨克歼灭俄军渗透小组后，缴获大量俄军旗帜，被戏称为插旗网红军。顿巴斯仍是最激烈的战场之一。自2014年以来，俄军始终未能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分析指出，即便继续投入巨大兵力，俄方至少还需数年高强度作战才能有所突破。根据战争研究所每日报告，乌克兰军队在苏梅地区成功夺回贝萨利夫卡村，将俄军逼近国际边界。俄军被迫向洛克尼亚附近的其他地区进行渗透，以维持防线。在苏梅、哈尔科夫和切尔尼戈夫战线，莫斯科原定要打造一条600公里的缓冲区，但1个月下来仅控制不足70公里，远未达到战略设想。值得关注的是，近日库尔斯克地区爆发激烈交火，更出现俄军自伤的尴尬一幕。据前线军事记者报道，8月26日，俄罗斯空军在试图阻击乌军时误轰了本方村庄，造成多栋民居被毁，有的被直接夷为平地。现场画面显示，地面密布弹坑，黑烟冲天。这并非首次发生类似事故，战争以来，俄军已多次误炸自家控制区。与此同时，别尔哥罗德仍是遭受炮火打击最频繁的俄边境要塞。同一时间，乌克兰空军加大了对库尔斯克的打击力度。昨日，乌军战机在库尔巴基一带投掷 GBU-39制导炸弹，命中俄军指挥部，造成至少2栋大楼被炸毁。视频画面中还出现了一支俄军摩托化纵队在混乱中行动，却很快遭到攻击。库尔斯克的战事有升级趋势，显示乌军正在强化对俄境内的打击。近期，乌军第225突击团的一次行动引发了关注，其凭借布拉德利步兵战车在局部战场上取得了显著成效，甚至一度改变了战场主动权的格局。目前正在库尔斯克州和苏梅方向执行任务的第225突击团并非普通部队，其前身可追溯到俄乌战争初期组建的第127领土旅中的第225领土营，主要由志愿兵组成，具备跨区域作战能力。在哈尔科夫、阿特穆斯克等地激烈战斗中，该营屡建战功，并因表现出色脱离第127旅，成为独立突击营，随后继续参与阿瓦迪夫卡等地作战。随着西方援助到位，2024年该营获得德国提供的黄鼠狼步战车及美国援助的 M2A2 步战车，成为乌军少数同时装备2种先进步战车的单位。2025年初，该营升级为第225突击团，进一步扩充兵力和装备，整体作战能力大幅增强。在此次行动中，布拉德利战车成为突击团的核心装备。布拉德利步战车火力强大，机动灵活，防护能力适中，搭载机关炮和导弹，可有效打击敌方步兵及轻型装甲目标。突击开始时，布拉德利战车率先冲锋，快速突破俄军前沿防线，搭载的精锐士兵在战场上穿插作战，打乱敌方部署，并占领关键阵地，令俄军在局部地区防御陷入混乱。凭借布拉德利战车的火力支援和第225突击团的高效行动，乌军在短时间内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他们不仅突破俄军防线，还在部分区域形成局部包围，对敌后勤补给线构成威胁。这种主动权的转换在军事上给俄军带来压力，同时也极大提升了乌军士气，让部队看到了先进装备与战术结合所带来的优势。然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俄军作为一支经验丰富、火力强大的部队，不会轻易放弃主动权。
他们迅速调整部署，利用远程火炮、导弹等手段对乌军突击部队进行反击，并借助无人机侦察掌握乌军动态，为后续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经过一系列调整和反击后，俄军稳住了防线，并开始寻找机会反突击，力图重新夺回局部主动权。最新战况还显示，乌克兰无人机对赫尔松贝克特里村发动空袭，摧毁了俄军一处加油站。乌军还击毁了一门 BM-21 冰雹122毫米多管火箭炮，引爆的大量弹药造成更为猛烈的爆炸。在过去一周，库皮扬斯克方向的战斗几度反复，呈现出明显的拉锯态势。几天前，俄军抓住防线空隙再度突入，目前双方正在库皮扬斯克工业区展开激烈交火。当地行政首长安德烈·贝塞丁透露，尽管全城遭受炮击，水电气几乎全部中断，仍有大约1800名居民选择留下，他们的生活处境极为艰难。在库皮扬斯克战场，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凤凰城无人系统部队使用无人机摧毁了俄军3个前沿指挥所和1个电子战系统，并消灭10名敌军。乌克兰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利奥夫少校澄清，媒体此前报道，俄军占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季克村和新赫奥尔西夫卡村的消息不实，这两地仍在乌军控制之下。此前，俄军渗透小组试图进入这些地区，均被乌军击退。在卢甘斯克地区，乌军已控制博罗瓦东南部。ISW 通过分析俄罗斯空袭的地理定位视频，确认了这一情况。在克里米亚方向，乌军无人机于昨日清晨袭击了詹科伊附近的重要物流枢纽，同时击中了当地一座铁路变电站。近期，乌军对俄方后勤补给线的持续打击，进一步加剧了俄军的补给困境。乌克兰空军在最新战况中宣布，成功拦截并击落74架俄罗斯无人机。俄军在夜间大规模出动，共向乌克兰各地发射了95架无人机，目标多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证实，中部波尔塔瓦地区的能源系统遭到破坏，当地出现间歇性停电。在北部苏梅，关键基础设施同样受到打击。近期，扎波罗热地区成为焦点。乌克兰第102领土防卫旅在战斗中摧毁了一套俄军 TOS 1日制重型喷火系统。俄罗斯 TOS 系列重型火焰喷射器系统被誉为陆战的恐怖魔王。以 TOS 1A 为例，它基于坦克底盘改装，发射燃烧弹和温压弹药，能在目标区域瞬间释放高温火焰与冲击波，对防御工事和封闭空间内的敌军造成毁灭性打击，仿佛将战场化作炼狱。升级版 TOS 2则采用轮式底盘，提高了机动性，并自带装填装置与电子防护系统，可快速抵达作战区域，并应对现代高精度威胁。其温压火箭弹在爆炸区域能同时杀伤有生力量和装备工事，被视为极具威慑力的常规武器。然而，在扎波罗热战场，这些看似无坚不摧的系统却折戟沉沙。乌军精心策划行动，利用无人机作为先锋侦察兵，凭借机动性和精准侦察捕捉到 TOS 系统的热源与位置，并迅速组织打击。随着无人机引导下的精确投弹， TOS 系统瞬间被烈焰与浓烟吞没，昔日令人畏惧的重型装备化作一堆烧焦的金属碎片，彻底失去战斗力。这一战果显示出乌军在现代战场态势把握和高效作战执行上的能力，也凸显出小型灵活部队对抗重型装备的可能性。TOS 系统的失利也暴露了现代战争的新挑战。其射程相对有限， TOS 1A 仅数公里， TOS 2最远20公里。在超视距作战普遍应用的今天，这迫使其接近前线部署，增加了暴露风险。扎波罗热地势开阔，缺乏掩护，再加上卫星和无人机侦察技术的发展，使得大型装备难以长期隐蔽。更重要的是，乌军针对 TOS 系统特点制定了有效反制策略，通过侦察预警和灵活战术，将恐怖魔王的威力彻底化解。金融时报8月27日报道，美国参议员卢比奥提出的乌克兰安全保障计划已基本获得欧洲各国认可，
并得到美国总统川普的同意。该计划包括3层防护措施：一是在乌克兰设立非军事区，由乌俄双方认可的中立维和部队巡逻；二是由北约训练的精锐乌军负责防区边界防御；三是在乌克兰军队后方建立以欧洲主导、美国支持的威慑力量第3道防线。整体来看，该方案显示了一定妥协，意在避免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冲突。对基辅而言，这意味着乌克兰实质上获得了北约保护，并在战略上实现重大突破，同时可将重点转向经济重建和欧盟一体化。对莫斯科而言，这并非胜利。尽管俄军仍占据乌东部分土地，但其遏制北约扩张的战略目标未能实现。德国方面则在政治与军事支持上持续加码。基民盟主席、德国总理默茨批评普京通过设置会谈先决条件来拖延和平进程，称这些要求无论从乌克兰还是盟国的角度来看都不可接受。他呼吁俄罗斯采取实质行动，并指出，如果特朗普与普京未能会晤，那么推动新的3方对话将成为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在基辅访问时宣布，德国将在未来数年内每年向乌克兰提供90亿欧元援助，并明确表示柏林愿意承担安全保障相关责任。他补充称，德国不仅将长期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还准备在未来的和平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作为欧洲对乌援助的主力，德国已向乌克兰交付了包括爱国者和 IRIS-T 防空系统、豹1与豹2坦克、Mars 2和 M142 HIMARS 火箭炮、黄鼠狼步兵战车、猎豹式高射炮及大量装甲与运输车辆在内的大批装备。今年，德国对乌财政支持的总额达到90亿欧元。另外，捷克外交部长扬·利帕夫斯基宣布，乌克兰已根据捷克倡议获得了来自16个伙伴国家捐赠的150万枚大口径炮弹，并预计到今年年底，这一数字将增至180万枚。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对乌援助力度持续加大。比利时外交大臣普雷沃宣布，将自今年起每年向乌克兰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直至2029年。未来数月，比利时还将交付 F-16战机、1艘扫雷艇及水下无人艇，并参与乌克兰战后重建。与此同时，捷克外长利帕夫斯基确认，乌克兰已根据炮弹协议收到150万枚大口径炮弹，预计到今年年底将达到180万枚。值得关注的是，当地时间8月26日，由捷克和斯洛伐克公民自发捐款购买的一架 UH-60黑鹰武装直升机正式交付乌克兰军队。据法新社报道，这架直升机的购买过程中，共有约2万人自掏腰包参与捐赠。根据乌克兰官方数据，自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截至2025年8月24日，除官方捐款外，全球共有约1600万人向乌克兰捐款，总额突破3300亿美元。而同期俄罗斯获得的捐款总额仅为 6.8 亿美元，仅为乌克兰的 0.2%。日前，乌克兰最高拉达言论自由委员会新闻处在社交平台上宣布，俄罗斯目前扣押了28名乌克兰记者和媒体工作者。该委员会强调，只有国际社会持续施压和保持舆论关注，才能帮助所有乌克兰人尽快获释。据大众传媒研究所统计，自全面入侵爆发3年半以来，俄罗斯已对乌克兰记者和媒体从业人员实施了841起侵犯行为。近期，2名长期被扣押的记者获释。乌克兰独立新闻社记者希柳克于8月24日重获自由。他早在2022年3月基辅州被占领期间遭绑架。另一名记者卡柳是于2023年8月在梅利托波尔被捕，被指控恐怖主义和间谍活动，现已脱离羁押。随着俄阿矛盾升级，俄罗斯从乌克兰战场向高加索增调约 4.5 万兵力，并多次派遣无人机袭击位于乌克兰敖德萨港的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然而，巴库方面毫不示弱，已在边境部署重装部队与无人机作战单位、枭龙3战机及土耳其 F-16随时待命。阿方多次驳斥俄罗斯杜马议员古鲁廖夫中将威胁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言论，强调本国军力远胜俄在高加索地区的部署。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8月24日向俄方发出措辞强硬的信函，
表明若俄方继续袭击阿方能源设施，巴库将做好军事反击准备。8月26日，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再次明确表示，必要时不排除对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在此期间表现低调，甚至向阿利耶夫夫人阿利耶娃致以生日祝福，显示出在即将召开的上合峰会前，俄方试图避免高加索地区冲突升级。分析人士指出，这一举措难以根本缓解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因为阿塞拜疆已明确与乌克兰、土耳其及西方国家站在一起，其战略空间将进一步压缩俄罗斯在南高加索的影响力。同时，南高加索其他国家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近期也要求俄方撤出驻军。北高加索的车臣地区与中央政府关系紧张，每日从乌克兰前线逃离的车臣军人数量已由53人增至201人。综合来看，阿塞拜疆有足够底气，甚至可能率先对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